然后谢谢大家在这么不太好的天气还跑过来听法哦，然后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对于忧郁症的观察跟超越啊。那上礼拜我们大概有提到说，你看我们在人生里头有身体的病，有心理的病。那我们上礼拜主要在谈就是面对到身体的病的时候，心里头应该怎么样去安顿。那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个不平衡的心理，所谓的忧郁症的现象这样。那其实我们上礼拜也大概可以这样了解到，面对身体的状况，你的心如果没有办法做恰当的对待的时候，身体的病不止没有办法处理，而且会变成心理的病。我们这边有没有人有过忧郁症的经验的？那你说说看，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产生？愿意吗？就是莫名的就会觉得很悲，心里很悲，他就会一直哭，一直哭。对，然后去看医生吃药，就整个瘫在那边，快好像死掉一样。对，很不舒服。对。好，那你呢？我是觉得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些身与心，我是觉得分开的。那也是有这种现象出现。好，那你们有没有去探讨这个原因呢？有。你说说看，你的了解是怎么样？对自己这种病症的这种观察？就是长期以来，就是自己对事情的希望很大。然后可能就一直达不到自己的希望。那渐渐你就了解到，原来是不能抱这么大希望，那是自己给自己造成这样子。然后后来也刚好很好的机缘接触到佛法，从中间认识，然后知道自己如何去面对这些事情，不是靠别人来告诉你，或是让别人来让你得到，那你才认为是满足。那就是我至少已经10几年了，但是还是需要靠一点药物了。那已经是可以减到最低的量。OK。好，那你呢？你后来你超越了吗？还会再发生吗？像现在就又会想到就会这个样子。那你有没有想过，它到底是因为事情它的发生，背后一定会有它的原因呢？好，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它大概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你这么容易忧伤呢？医生是跟我说，医生就问我因为我是怎样，我跟他说父母走了。对嘛？所以这就是2个同时走吗？一个同一年，一个年头，一个年尾，已经好几年了，我还是这样。那你心里头会想要超越这样的心理状态吗？还是你现在都觉得跟他就是想到爸爸妈妈往生了，然后现在心里头这种忧伤，你觉得也无妨？还是你会想要去超越他呢？我想要知道他们在哪里。我还是虽然我已经学佛了，法师也跟我讲说，你不用一定要知道他们在哪里，你学佛，他们就是我不太会讲，但是我还是想要知道他们在哪里。好，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在哪里，你就会一直带着这个忧伤吗？你愿意这个样子吗？但是法师讲的我会接受，是不晓得像我刚刚我就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哈，比如说像刚2位同学这里头已经点出了很重要的问题，它就是一种苦，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到那种苦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它来自于哪里？我们内心，对不对？什么样的内心？就是对，那为什么会产生不安稳跟不平静的内心？向外攀援，对，那攀援得不到满足，对不对？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满足，对。但是得不到那个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样？不想接受，在抗拒那个境界。
所以它就会变成心理上面的那个苦，变成心灵上面的痛苦。那你对这个痛苦呢，没有很自觉，好，那又有加上说，比如说啊，本来只是爸爸妈妈亡故的问题，那可能再加上说，你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接受了，那可能先生又脾气又不好，第二件事情又再加上去，那你又抗拒他，小孩子呢又常常不听话，第三件事情都加起来，那你等于说你不断的累积这种你不想要去接受的这些生命的，注意听哦，你不去接受在生命当中发生的具体的事实，就等于说我们的心呢不想去接受这样的一种生命实相，所以怎么样你就抗拒它，然后呢它就一直累积，然后你对于它的抗拒本身已经带来心里头的不舒服跟苦感，那不自觉的心里头又怎么样？对这样的一种痛苦跟烦恼，又会怎么样呢？它其实又在抗拒，然后它就会变成你一种特殊的一种反应模式。碰到就会变成怎么样呢？这件事情没有解决，心里头的这种忧伤，然后这种抗拒，它常常会带来一个不愉快的，甚至一种暴躁的。有人是属于嗔心型的这种忧郁症，像有的是属于忧伤型的忧郁症，有的是属于因恐惧而来的，各类型。那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不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所以呢，不断的用他的脑袋，事实上发生的事实就是实相嘛。比如说，你看叶子掉下来，它就掉下来，你要想办法让它粘回去吗？你要它不掉下来，有没有？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而已，事情的发生就这么简单。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心灵呢，不想彻底的去接受它，不想完全的去接受它，所以就产生那种抗拒。那在这种抗拒当中，你看心会收缩，有没有？然后心会被束缚住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又不断的会怎么样？不自觉的会投射能量，对抗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会怎么样呢？心就会像一个破气康，能量呢就会这样一点一滴流失。那注意看哦，那你能量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好那天下就都没事情了，有没有？你一边在能量呢不自觉的自己在做这种散耗跟流失，但是生活的境界它一样每天迎面而来，那你已经在一个我们说比较一个散耗的这种状况了。那所以如果又碰到你不喜欢的那个境界，你看你就容易比一般人容易怎么样？那个痛苦感会比一般人强。那甚至呢，比如说如果超过那个某一个临界点，可能就又会崩溃其实这样看，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所有的痛苦烦恼，它会就像佛陀讲的那个样子，都会包含在四圣谛里面。苦集，所以我们要从苦集里面去找到苦灭之道。那我们举那个原本佛陀时代的那个故事这样看呢。有一回呢，有一个比丘他就生病然后病得快死掉了。然后他在生病的时候呢，就也一边在那边抱怨我破病这么苦都没人来给他看那后来呢，那佛陀知道了，佛陀就来过来跟他探问然后佛陀就跟他讲，比如像生病，身体的病呢，就来自于这个四大的不调，有咱乾坤南婆松苦海行，地水火风不调，身体就生病了那如果说没有这个身体的时候呢，你看就不会有这种身体的病苦的这种现象嘛。所以事实上是这样，只要有这种生命现象的存在，它就一定会带来这种身心的这种变化跟可能的败坏嘛。它本身就会是一种苦所以在佛法里头，苦圣谛，对不对？生命本身的这种逼迫性，生的苦，老，你看像我们年纪越来越大，老的苦然后生病的时候病的苦，然后死亡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死亡，所以内在里头那种惊惧跟不安比如像刚这个同学想说那我爸爸妈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有没有？对于一个未知，我们想要说用我们的观念，然后我们的一些思想，然后也想要去理解这个很难去穷究的奥秘，
那当我们心里头找不到那个答案的时候，你看他又会在一种恐惧、焦虑当中没有办法释怀。比如说死亡的苦，亲人是这个样子，临终者往往也是这个样子，有没有？那再来，你要发现一件事情，后面这3种苦其实它是最重要的。怨憎会，你看碰到我们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情、不喜欢的境界，比如刚刚有没有怨憎会？不合意的境界，其实不合意的境界就只是不合意的境界。不合意，你可以保持一种平等的舍心，有没有？它一样这样过去。比如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喜欢看到叶子变黄，那叶子变黄了，它就变黄了。对，我们如实知它变黄了，所以不会因为叶子变黄了而带来心灵上面的苦难。但是呢，就像你刚刚讲的，但是我们会想要攀援，我们会想要用我们的意志去阻挡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能量就在那个境界当中不断的在透支。但是呢，对实际上在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帮助？没有任何帮助哦。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怨憎会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爸爸妈妈死了，那心里头呢，你看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要去接受说人间世里头的一种苦的现象，爱别离。所爱的人有没有？所爱的东西，所喜欢的境界必然会变坏，必然会逝去。但是我们心里头呢，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准备。但是呢，不会因为你没有准备，所以这种怨憎会啦或者爱别离的事情它就不会发生啊。但是它发生了，有没有？但是我们对它怎么样？有没有看到？它是一样的模式，就好像在抗拒落叶掉落一样，我们抗拒它啊，所以就怎么样呢？心里头就会有那样的一种忧愁，那种苦难。那常常，特别是这样。像这种的，好像这个同学这个样，他属于那种我们说那个至亲亡故的那种亲人亡故的那种症候群。其实我以前也这样，那时候我31岁到32岁忘记了，然后刚到德国去啊，去德国不到2个星期，我打电话跟我妈妈讲说，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因为我妈妈一辈子很辛苦啊。那我希望说，我刚说我顶多5年我就要拿一个博士回来，我希望他能够高兴这个样，所以我说你一定要等我回来。那再过不到2个星期，我打电话回来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你妈妈死了。那怎么办呢？你在那个德国的那特里尔的时候，你会感觉那个地动天旋这个样子。不然在电话亭打，你会觉得那个电话亭整个在地震这样，那根本就没办法啦。其实就没办法，那所以你就怎么样呢？就奔上回来啦，赶快订机票，然后就跑回来这样。那个周荣德的心呢，从来没有想要去接受这件事情，他也不知道，有没有？那时候也都没有学这些东西啊。然后所以呢，一路就带着那种忧伤、悔恨然后痛苦的心呢然后憔悴的心这样。然后又从德国跑回台湾这个样子，然后就记得那个回到家里头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嫂嫂就跑出来叫我跪下，有没有？跪在路边这样哭着爬进来这个样子啊，那真的就是这样啊，你不用叫他哭也会自己哭了，他就这样。好，那在那样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心里头，就像你可能感觉到的，你会觉得身心都没有力气，然后很晦暗。然后纵使呢处理丧事处理完了，你骨也都跟他瘫痪起啊，那真的是叫世界末日。你整个身心呢，你都会觉得被被绑住，骨也都绑掉了一番尴尬，然后整天呢都没有力气，你也不想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心情不好，而且那就忧伤那种亲人亡故，然后我们不知道要去怎么样去处理跟超越的那种症候群嘛，一般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样。那所以其实你看得出那是什么呢？那分析到最后还是非常简单，对于发生的事情有没有自己至亲至爱的亲人的这种亡故，我们心里头因为从来就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纵使它发生了呢，你也
你的脑袋里头就得神经系啊，所以好像就能够去，好像脑袋接受有没有？但是事实上呢，你的心没有真正接受它啊，所以呢，他那个那种忧伤，那种抗拒，因缘与抗拒而形成那个忧伤，有没有？生命能，它好像这里头破一个洞，一个地里捞这样，然后你那个很灰暗啊，然后身上呢就是像随时背着10斤100斤重的那种感觉，哎，但是分析到最后，你会发现，它就只是这个样子啊。对于亲爱的人的那种顽固啊，然后你看爱别离，你的心呢没有自觉性的想要去接受啊。那另外一个，你看在佛陀在讲后面这个股叫做所求不得啊。我们要求别人怎么样对待啊，然后要求好的境界，要求人家对我们好一点，要求某些东西啊。你看你所求不得，那所求不得的时候怎么样呢？其实所求不得就只是所求不得，对吧？那你如果能够了解，能够点不起有几句话啊，世间事好像就十之不如意，十常八九，有没有？那其实这就在提醒说，人间事里头常常就不是为了让你如意而存在的嘛。但是呢，你看我们的心里头是不会想要这么轻易的接受已经发生的实相，所以当所求不得的时候，你看它就会带来有没有生命里头的那种苦厄，那种苦感。好，那看到那你看在我们的人间事的过程当中，每天眼睛睁开，哎，我们可能要面对我们身体的4大的调整的问题，哎，然后要面对小孩子的问题，年轻人要面对工作的问题，对，然后要面对伴侣的相处的问题，有没有？然后还有可能面对自己的理想的追求的问题，看到没有？啊，所以呢，随时你都会有一个状态产生。事实上呢，我们的心跟一直发生在当下的整个的生活实况，你会发现一件秘密，也要弄一个对立，有没有？它有一个 gap， 它有一个落差，要解落差。哎呀，里面都有3层咱的紧张啊，比如说平常时在做工作，有没有？哎，老板他如果他情绪不好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那个压力，一直要我们怎么样子？那你看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可能假设说，纵使我很愿意去满足这个时候老板的这种要求，但是我的体能，我的心力可能不够支付。那在这个时候，我如果没有办法很自觉性的去把这个压力本身做适当的一种释放的时候，它会累积在我的身心的当下，我会眼袋有没有？然后眉头可能皱得更紧，然后工作呢，其实效率不会更高，反而会情绪更差。然后带着这种更差的情绪工作，那就会怎么样呢？又有很多的不愉快在发生，然后这个不愉快的能量呢，它在心里头这边运续，那回家的时候还是不高兴啊，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像我们在人间事里头，其实随时都在面对这种境界，面对苦的境界，有没有？身体上的不调和，对不对啊？然后呢？面对境界的时候，种种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那如果我们没有很自觉的在每一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去看到，然后去做一种释放跟恰当的对待的时候，他这些苦就会怎么样？苦集，有没有？佛陀说的苦集业的累积。那累积到一定的状态的时候，比如说超过这个个体它本身对于所谓的用现代医学来讲那种压力的承受的临界点的时候，它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有忧郁症的现象出现的。比如说他可能会失眠，有没有？然后开始会比较烦躁不安，然后呢容易烦恼，有没有？然后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然后慢慢呢这些东西它又这个症状初期的症状它本身已经变成案主的这种压力了，对不对？但又没有办法处理啊，他生活上面继续在乱嘛，有没有？所以等于说压力会再加上压力，他就会崩上那个临界点，然后症状就会跑出来，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了。那所以佛陀这样讲了，你看我们活着的时候，生命里头面对这些现象，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这是世间它就一直在发生的现象，这是生命里头的实相。那这些面对这些生命当中的实相，你看如果我们的心去抗拒它的时候，哇，你看
苦就会聚集，苦就会聚集，苦就会聚集。而更可怕的是怎么样呢？事情的发生，它不是只有一条线，它不是单一的事情在发生，但随时在面对是全面的生活境界。那所以呢，当你的心气，就是你心灵的能量不够，我们说不够强壮，然后又一直在漏气，一直在能量在漏掉的时候，那又没有自觉，所以往往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刚刚讲，你看你就容易升起不愉悦的情绪，你会对抗它，然后让自己更不高兴。然后当你心里头不高兴的时候，你又会怎么样呢？心又会对这个不高兴更不高兴哦。这什么呢？你看这里有看到一个很深的东西了，这个叫做习气。这个就是一种我们从来没有经过特殊的智慧去反省它所形成的习气。这跟什么有关系？这跟我们在人间世的过程当中，适应这个人间的学习的过程，被教化出来的一种防卫机制有关系。什么意思？比如说你看啊，我们都有小孩子，看到小孩子的经验有没有？有些小孩子他如果碰到，比如说我们说脾气较歹的囡仔，好不好？你小可会不欢喜，还是物件不好，他就会这样，有没有？然后就叽叽叫，有没有？那他透过，事实上是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所以他会继续用这种表现愤怒、表现抗拒的方式来怎么样？来确立自己的这种存在价值，跟要去确立自己怎么样达到他的目的。他用什么方式呢？表达强烈的抗拒，有没有？这是一种哦啊。那有的是怎么样呢？有的小孩子是他碰到，比如说爸爸妈妈常常吵架，有没有？我们说原生家庭里头的这种现象，那他怎么样呢？他会很闪躲的，他反而他怎么样？他就让他碰到境界的时候呢，更不敢去表达他自己。那他会采取怎么样呢？压抑他自己，压抑。你看，所以这里头有两种哦。对一个小孩子来讲，要强烈的表达，他也是不自觉的。他呢，收下来，心灵受伤，他也是不自觉的。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没有那种自主性的心灵力量嘛。所以这头看到什么呢？我们都是在一个原生家庭，本来的家庭，就原生家庭，有没有？在原生家庭的抚育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形成我们对于境界的特殊的反应机制。而那个反应机制呢，在心理学上面就叫做什么呢？叫做心理的防卫机转。自我防卫的机转。什么意思呢？小孩子呢，因为他没有自存的能力，他没都可以自己来用活下来，那他都要靠爸爸妈妈。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啊，我小时候呢，到现在我记忆还很深。有一回呢，我妈妈大概心情不好，那我那时候我不知道几岁，可能3、4岁吧。不跟鬼仙咕噜那我们外面很大嘛，泥土啊，那都是那个一般的那个叫什么，都是直接泥土地啊，那搞得身体很脏啊。那我妈妈在帮我洗澡的时候呢，我印象还很深哦。黄色的灯泡，一个大冰烫，你一个囡仔一个咩咧？你本来你都脱光光，所以本来是很自在的那个样子。但是我妈妈很凶，你在那摇摇酸的时候嘛，那她变面，你知道吗？然后呢，她跟你说：“你哪个好呢？我不给你弹出去哦。”那个时候在我现在记得，就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冲的心里，他马上呈现什么呢？外面是一片黑暗。外面鬼拢暗的嘛，然后呢，我的心我就收住了，都点名啊，都不敢叮当啊，就让他洗这个样子。好，那你看哦，你们自己去观察自己的这种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面对那些不自主的对于生命的一种攻击性的那种压力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形态不一样。好，那你看，那它就是一种面对那个压力，有没有？他受到惊吓，然后他用那种方式，有没有？他保护住他自己。但是有的小孩子可能不是这样啊，一给你靠个大声，有没有？那有的可能就像像那个时候的那样他就受伤了。然后如果有小女生，她可能就伤痛的更深，
他又更压抑住。那他为什么用那样的方式在表现呢？怎么样？为什么？他要保护他自己，这个叫做防卫机转。所以有的你看，像我们说刚讲说，你看那个如果兄弟姐妹之间，有的小孩子他会怎么样呢？他表现出特别强硬，好吧？那一听抢到较侪物件吃，那好，那一抢到较侪物件吃，一个是安怎呢？他每次常常都会哭，因为他抢不到东西。那如果当他抢不到东西的时候，哭的时候又遭受到压力，有没有？你看他对他的心里头有没有？那会有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个折挫，这个叫做防卫机转。就等于说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境界的时候，从小有没有在那种原生家庭里头，不自觉的会磨塑出我们在适应这个生存所需要的一套机制。那这个机制呢，你如果没有去反省它的时候，你不给它压出来时阵，它怎么样呢？它会一直如影随形到你最后一口气所以你看，像比如说上礼拜有跟大家提到说，你看像有的病人，他到他生病的时候，他就是会表现出他那种很抗拒的那种习气，有没有？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看，那样的生命状态跟他童年，跟他甚至跟他幼年的家庭经验一定有100%的关系。等于说他那种特殊的习气反应那就是他的特殊的防卫机转。那所以从这头我们再点出什么呢？有的人在面对人生的不可逆的这种境界的时候比如说他从小的时候面对这些状况呢，父母亲的教养比较好，有没有？所以他的所谓的那个我们说情绪管理上面，他被安排的比较好所以他形成他那种防卫机制呢，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比较宽容的。好，那他碰到这些人间世里头的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像说那种自我防卫机转很强硬的那种人受的那个撞击那么大，他可以很释怀的处理，或者他可以很理性的去处理，不会很抗拒。那你看，那这两种人他形成的他的命运就会不一样了比如说你看，那这再变成说好，那一个是情绪管理比较好的人，一个是情绪管理常常会不好的人，他们筹组了婚姻，看到没有？好，那在同样碰到说在跟配偶之间的那个冲突的时候，看到没有？原本常常采取对于境界用一种抗拒的歇斯底里的方式在反应的那个人，他如果没有自觉的时候，他跟他配偶之间的冲突，他可能继续就是用这种方式，有没有？这在心理学上面已经都常常是这个样，原生家庭的那个模式就又印上去了，在那个当下里头表现出来的就会像他爸爸，或者像他妈妈，有没有？或者像他那个在消化原生家庭的过程当中采取那种压抑，有没有？或者那种狂乱，你看，你看不看？生命的一种面对这个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那他常常会反映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不自觉的磨塑出来的那种防卫机制。那结果呢，我们的命运被这个防卫机制在决定。比如说你看你的情绪管理不好，对不对？那跟老公相处，跟老婆相处，你看稍微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常怎么样？会小事变大事，有没有？大事变到不可开交，然后就会变成累积，变成两个人之间相处的很多的那个阴影跟伤痛，有没有？那到最后呢，可能就变成各自没有办法消化各自的那个痛苦，有没有？我的形容不切切的，有没有？我跟他嘴巴给但是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也没有用。对于那个造成你没有办法跟人在一起的原因，不是那个人的问题，其实不是，是你自己内在的那个防卫机制，事实上是这样好，那从这里看到什么呢？所以我们说，如果说现在再回来我们把所谓的忧郁的现象其实用一种最中性的角度来处理，它是什么呢？就像刚讲，有没有？它是一种碰到一些事情你不想接受的时候，然后它不断的累积成一种心灵上面的一种压力，然后继续呢对这样的一种不合你的意的这样的一种压力呢，其实它会继续产生抗拒，然后抗拒到最后呢，我们变得开始没有办法处理了，情绪变成
其实不止情绪的情绪没有办法处理，甚至呢，你自己对自己的身心状态呢，那个自主性它就会一直降低，它就会这个样子啊。好，那所以这里头要看到什么呢？看到说，面对这种不可预见的这种非常高度的这种情绪反应啊，这一路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一路是从心理学上面我们要去看到它。是不是跟我们原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原生家庭的这样的一个魔兽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一种习气的现象啊？那个防卫机转，爱带来的它可能变得很复杂哦。但是呢，有件事情就是那样的一种习气反应，它会怎么样呢？你这边再讲清楚一点，碰到事情。你用那种反应方式，那常常又会怎么样呢？你会更容易碰到那种事情，就是让你更不愉快。你不愉快的反应呢，你会常常去经历那个不愉快，而你呢，会用那种反应方式呢，它好像会变成怎么样呢？那种不愉快的反应方式会变成像你这一个防卫机转，其实会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人，也是你另外一个人，你会像被附身一样，有没有感觉？那拄对方见假是你发觉这个代志啊，你变不是你，有没有？你抓狂啦，你都哭啦，有没有？你歇斯底里啦，有没有？你变得不是你，甚至更严重的有没有？他就会想要自残啊，然后有的会就会自杀啊，你会发现，他完全我们说失控，然后进入一个不平常的状态，经常什么呢？那真的不是你，那是什么呢？是你一个习气之身，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名词叫做习气的幻影。你的习气的幻影，那这个在佛法里头，在唯识论里头有，那叫什么？叫做习气随眠，就是随眠。纵使讲你在困，伊嘛伫咧，但是拄到迄款代志的时阵，你无介意的代志的时阵，伊当然，它就会像什么？像那个海怪一样，从海底升起，它会这样哦。有的是，比如说他升起，比如说很悲的，有没有？然后有的是很会变，有的是很沮丧的，有的是那种很张狂的，有没有？然后有的是那个很恐惧的，比如说很颤抖的，都有各类型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看到没有？那就是你原本的这个行为反应模式。那么我们说这个防卫机转，你这个特殊的这种习气呢，你没有自觉到它，然后呢，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怎么样给他食物吃？下面就给他食物吃呢，都有代志，你就赶快用这款模式的反应啊！所以那你看，你好像就给他东西吃一样嘛，就我们肚子饿了，你就给他东西吃；肚子饿，你给他东西吃所以呢，这个来自于原生家庭然后你不自觉磨塑出来的这种防卫机转呢，其实它会对我们的人生处境呢，造成非常关键性的这种影响。我们说这种习气的幻影，比如你看碰到那样的境界，你看，比如说你刚看的有没有？你不自主了，他又这个样子，但是你会发现很奇怪啊，我现在这样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有没有？看到没有？那就是那个习气，那个习惯性的反应的那个模式，表面上面有没有？其实它无形无相。但是你看碰到境界，它就好像从水面上从海底升起来的那个水罐，马上怎么样抓住了你的心，你的心在这个时候呢会变得非常没有力，你跟它被附身一样，好不好？这样看到吗？所以有些人，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难过的那个例子，前一阵子因为那个例子是很典型，报纸上面有看，有没有？原本一对同居的夫妇，有没有？他们只有吵架而已啊，爱情在凄迷，对吧？面摊的老板有没有？然后两个在吵架而已啊。然后他那个妇人就讲：“我你好大，你改进那进来讲，安尼了，因为吵得很厉害，有没有？你看那个人就把小孩子丢进那个热水里面去了。你看后来他很痛苦，他很后悔，他根本不要这个样子啊，他不是要这个样子的啊。有没有？甚至在法庭的时候，他甚至帮他那个女朋友讲话说：没有，他没有讲这句话，有没有？是我自己这样做的。什么意思呢？你看，他也没有在恨他女朋友。他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但是你看到这件事情吗？他进了那个是一个人，对后悔是另外一个人。你看他不一样的人，看到没有？那为什么当时会那个样子呢？
有没有那么强烈的那个反应呢？看到没有？那事实上是这样。如果当时候他有拿刀，有没有可能嘛？你后当你给他堵了，讲一直给他堵了呀，知道这个意思吗？你看他那时候就被附身了，不是鬼附身，看到没有？那是他原本的在他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对于这种没有经过他的自觉去消化的这个习气反应，有没有？这个时候呢，像鬼魅一样，他把它掌握住了，然后呢，控制了他整个的行音，能够也一己啊。然后推动出去，所以变成那个看起来完全跟他不一样的人的那种行为。你看啊，那个，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病人了，而且老早就是一个病人了，有没有？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推回来，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说，我们大多数的人有没有在，因为我们不是活在那个非常智慧非常高的天人的境界里面，哎。所以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都是受伤的心灵，有没有？两个受伤的心灵，筹组的家庭，有没有？也一定会有很多的伤痛，哎，那很多的伤痛底下，又要面对整个生存环境的种种的挑战，有没有？所以呢，每个人内在里头都有很多的那个，我们说那个生命的压力跟那个创痛。那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怎么样呢？没有自觉性的消化，他就会把这种创伤所带来的那个压力有没有？然后它就会怎么样？像辐射一样，它就会辐射出去了。比如说，你看哦，我说像，反正我们谈这个事情，用我的经验，我觉得也是蛮典型的。因为我父母亲那个他们是那种就是被媒妁之言嘛，哦，然后那种传统老时候的那种家庭，然后生活又要养8个小孩子，然后生活压力很大嘛，然后2个人之间的那个沟通又问题很多，对，那常常怎么样呢？我就会看到说我妈妈一张那个什么呀，乌青的面，你看意思，乌哼啦，我们说那个比较不愉快的嘛，不准，然后他带着某种愤恨，就是那种神情。那我从小就怕这种脸，知道吗？所以碰到这种脸的时候，我会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所以以前呢，常常我妈如果这个样子，那怎么样呢？就尽量不要在家里头嘛，尽量不要看到她那个样子嘛。所以就算了，这就是我采取的逃离的策略，有没有？就这样那样。但是我现在讲的是，我妈妈不是故意的啊，她不是故意装着一张痛苦的脸，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受惊、受怕、受苦啊，有没有？但是呢，她不知道嘛。但是呢，小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情绪就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家里头除了我弟弟他是国中那个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死掉之外，其他7个小孩子每一个人的情绪都非常不好，在那种原生家庭的那种浸润，好不好？那种痛苦的情绪的辐射底下。那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说，所以怎么样看呢？我们不应该在这个人间世里头去要求别人他是一个完全心灵健康的人，知道吗？如果你这样去看待对方的时候，不只是会没有办法理解对方，而且会对对方很多的压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造成很不好的那种对抗。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每一个人都在一种等于说不是，比如说我们这样讲，你说除非像佛陀有没有，或者那些阿罗汉，因为他们内在里头都完全没有贪嗔痴的嘛，所以呢，他本身不会发射出那种有毒的情绪的辐射，对吧？所以囡仔谈伊边是安稳的、快乐的，对吧？咱都不是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包括像我们现在的自己，有没有？你看，我们随时都要承担人间世里头很多的那个压力，不管是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小孩，有没有？或者你自己，然后甚至要怎么样呢？承担彼此的互动当中，有没有那种不了解，然后想要能够更进一步了解的压力？那个也是压力哦。所以你看那里头都有怎么样？很多的那个苦，有没有？很多的那个你没有办法消化的苦。那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怎么样呢？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就都会带着这种心灵上面的这种压力活着，所以都怎么样呢？人讲人呆看面就知，有无？人无快乐嘛看面就知。
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不必那个去对于对方去常常我们说不自觉想要求啊，对方要像那个有智慧的人一样，有没有？情绪管理很好的人一样，然后或者说解脱者一样，有没有？不需要做这样的要求。那当你有这样的了解的时候，你反而怎么样？你反而容易从对方的那种痛苦的现象上面看到那个苦。佛陀有一句话嘛，有没有？苦能软坚。常常去见苦，看到生命的苦难是干什么呢？让我们原本很坚硬的，有没有？一关心一样呢，也柔嫩来。但这个要从哪里来呢？你要看自己，你要看自己，看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我们的生命是那么怎么讲？有那么多的，等于说那么多的有待学习的地方啊。其实这个就叫做无明嘛，它不是像基督教里头讲的罪，那个不是罪。就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身口意的行为，是有那么多的还不完美的、不完满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怎么样？自己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颠颠扑扑然后像无头苍蝇一样，有没有？你会发现撞来撞去，撞来撞去，有没有？那你的伴侣也一样啊，你的爸爸妈妈也是这个样子啊，你现在你的小孩子也是这个样子啊，有没有？所以你看，你看到这种生命因源于无明，这个就是无明，就是无知嘛，有没有？不知道怎么样去对待佛法里头的那个苦地，不知道怎么样去恰当的去消融怨憎会的境界，不知道怎么恰当的去消融爱别离的境界，不知道怎么恰当的去消融所求不得的境界，所以形成内在里头有很多的心灵上面的包袱跟重量，那种苦感所以看到生命里头有没有？你看，这就叫内观。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生命里头的这种不自主、这种恐惧，甚至这种依赖，然后这种不自觉的这种投射，有没有？你就看到这个生命里头的这种因缘与无明而来的苦难，有没有？那在这种苦难当中，你看我们会很紧张我们会有很多的压力，我们会在这里又做很多的投射，又会去投射很多的依赖以变这其中恶性循环呢那所以呢，你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就变成怎么样了？第一个，你至少就怎么样自觉性的，就大概不会对你的伴侣、对你的小孩子、对爸爸妈妈有那么多的不恰当的期待跟求索。然后呢，更重要是在哪里呢？你就懂得会自觉性的要怎么样，就不再是去抗拒自己了。看到说这就是一个生命在这种完全不自主的情况底下，随着各种生命的境遇在学习所磨塑出来的一种我们说那种习气的幻影，控制住了我们的心。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头更自觉你就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种生命苦难的经验，我们现在要讲了，对，进到这个最核心的要点，看到怎么样超越这个苦难的觉悟的要点。比如说你看我终于看到说我在感情上面的依赖，比如说那看到自己内在里头的这种不自主所以呢不自觉的就会对对方呢产生很多的要求那比如说女士比较容易这个样子，那男的呢我看到我自己的没有耐性然后碰到这种不可以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我常常会小事变大事然后这跟我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种不如意的累积而形成的那个反应的习气，然后在那个习气形成的过程当中又不断的得到喂养，有没有？你就看到这么清楚，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以后当碰到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看你会很清楚，然后很清楚之后怎么样呢？不是去抗拒这种习气，因为你们发现这没搞不？因为那就是你的一部分，那就是你的一部分，生命里头的一部分。所以你要怎么样呢？带着慈悲完全接受的心，知道说我生命里头有这一层习气的幻影之身。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你如果
不是很自觉性的接受自己是这个样子，你没有办法接受别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会不断的怎么样？自己是罪人不要紧，你知道，别人都要是圣人，你知道，安尼你就是会死个真惨，你会一直在制造苦难，你知道吗？那事实上，我们从生命的过程来看里头，会知道说，没有罪人，也没有圣人，都是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不断的经由这种我们说六根触境，然后不断的在学习。那只是一般人不知道，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形成了这个幻影之身。习气的幻影之身，出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会怎么样？你跟那鬼那个阿妈棍的给我勒住了，你就被吊上去了，就被那个吊死鬼一样，你完全没有自主性哦。所以真济人真奇怪啊，有没有？他怎么变这样？今嘛一看起来像圣人，有没有？然后待会呢，看起来像那个歇斯底里的强盗，有没有？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这样来啊，把这件事情看清楚，它会让我们怎么样呢？苦能软坚，有没有？你就看到说，哦，生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缘与不自觉所形成的这种业力条件，造成这种像附魔一样的习气的幻影之身，随时会控制人的心灵，让那个人呢当下变得非常完全失去他的理性跟他的那种正常的心灵状态，他完全变成是一个受苦的灵魂。他就变成在地狱还是在恶鬼界，他就变成这样，或者在恶鬼界。那你看，我们透过自己的生命经验看到自己这个样子，那你会发现一点，当你能够把这个东西看清楚的时候，你就看清楚你爸爸了，你也会看清楚你妈妈，你也会看清楚你的先生，你也会看清楚你的小孩，在这部分上面的这种特性。所以你会怎么样呢？就像我们那个法师的名字一样，你就会去宽容，你就会去宽容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所以要对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挫败黑暗当中摸索学习，有没有？我们造成了对自己很多的伤害，对别人的很多的伤害，有没有？透过这种深层的理解，你要怎么样能够做一种自觉性的这种释放，对自己慈悲了，有没有？所以你会怎么样？你就会对其他的人，你的眷属，甚至你公司的伙伴，有没有？你就常常会看到说，哦，这个时阵他不是他，有没有？他是完全进入一种无能的状态。你会了解，同情性的了解，而不会怎么样，不会谴责，而能够慈悲以待，是吧？那这样呢，基本上就能够怎么样呢？对于这个从小所形成的防卫机转所带来的苦难，我们学到什么？看到苦的真理，看到苦地，也看到极地，有没有？然后呢，也已经某种程度看到灭地，什么意思？如果对于境界没有办法自觉性的去接受，而往往采取一种抗拒的一种态度的时候，那就带来什么？那就带来一种跟实相的一种分裂，那就是一种什么？这种生命的分裂，看到没有？那就是一种自我的分裂，有没有？那就是一种自我跟自我在对抗，有没有？那就是自我在憎恨自我，就是你不爱接受你自己。那所以你看，那就在受苦了，有没有？你看，那叫做苦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苦地苦的极地，然后呢，所以知道说是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些生命经验，有没有？我们没有任何抗拒的理由，只能够怎么样呢？很自觉性的跟它共存，去接受它，有没有？这样，这是第一个层次，这是属于心理学而来的超越这种忧伤的心灵，有没有？等于说破碎的心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觉。好，那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谈佛法的修学层次。好，谢谢。好，那我们准备开始上课。刚刚我们提到任何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大半的，事实上不止一大半绝大多数的人的人生，他都是在一种不自主的状况，被他的境界在决定的，是这样所以呢，常常呢，大多数的时候呢，其实他很难对自己的生命做主。有没有？你会发现，你看从出生
被挤出来的痛苦，然后到要死的时候面对死亡，有没有？他还是痛苦。大多数的人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要能够说在这种从一种不自觉的无明的生命状态，走到说变成对自己的生命品质，我们说对自己的，包括等于说对自己的命运，都能够达到一种自觉、自明、自了的这种程度，只有很少数的人。比例上面呢，那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个，就是要成为对于自己的生命做真正自己生命自己命运的主人的第一步。这也真的是个人的这种生命里头的锥心之痛啊。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很多的苦嘛，对吧？你看到说那个习气的幻影之身，它随时就像一个可能的一个那个附身之魔一样。你拄到境界，你完全无法控制，一股就给你打来啊，他整个就罩住你啦啊。那你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好哦，有没有？你顶多就是自己一个人嘛。但是其实常常是这样哦。你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习气的幻影之魔呢，它往往作用力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有没有？那个苦都是你自己在销售的嘛。所以它不会很强烈，但是你边啊有恁某，还是恁翁，还是恁囝，还是恁老爸老母，他就会像小孩子一样，你的卖菜被人看，你知道吗？你就是会抓狂给人家看，你想要借由那个抓狂，有没有？被那个习气的幻影之身控制住之后呢，你会怎么样？你会纵容自己，然后让他怎么样爆发出去？那其实那是什么意思呢？你在求救，但是呢，你不知道。你表现出来的是怎么样呢？可能就像说，你看他那个人把那个小孩子禁下去，他是在求救，但是他变成怎么样？是在伤害，所以是很可怜的。那这是很极端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我们看自己的生命，看周边的人，有没有？你就看到说，绝大多数的人的人生，就在这个习气的幻影之身的控制底下呢，会到最后咽下最后一个呼吸。所以自觉性的非常对于自己的这种习气反应带着这种高度的自觉，是生命的迈向成熟的第一步。但是这个呢，还是在一个有违法的程度，这种疗法是属于心理学的疗法，但是它是需要的，一定需要啊。那当然比如说你如果是已经是一个觉悟或者开悟的人对于当下的这种习气的升起，这种反应模式的升起，你看到它你就容易断它。但是这毕竟是已经要比较正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状态，等于说他对于实相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已经怎么样完全了悟。所以呢，他对于生命境界呢，已经彻底到说他完全自觉到说，我对于生命呢都不会再有任何抗拒的现象，因为所有发生的现象就是生命现象。所以当我在抗拒生命现象的时候，就等于在抗拒生命。其实这是开悟的人，所以他怎么样？他根本就不会想要再去抗拒了。但是呢，我们说，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说像慧能，有没有？慧能他原本在弘忍的座下，他算是等于说他完全觉悟了嘛？有没有？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等他去见证到这个，他内在里头对于生命宇宙实相完全无惑了，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完全解脱的人？还不是啊。心灵上面的正量到了，但是他有没有他的习气？还是有他的习气哦。所以你看他后来在猎人队里面再修了将近15年，有没有？他才出来说法，这里是有道理的。等于说他能够在觉悟之后，这在禅宗里头其实就叫做悟后起修。觉悟了之后呢，你用这种实相的力量，实相的智慧之力，这就是我们上礼拜提到慧力，智慧之力呢，在消融你的习气。所以他跟习气已经没有对抗了，他就直接看就直接断，直接看直接消融。好，是这样。那你看呢，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虽然说比如像我以前也会比较直接就强调用四念处的修法直接下去。
但是透过个人的生命经验跟观察，我发现这样子还是就是不太完整。要对自己的这种习气反应啊，做这种比较全面性的生命的这种回溯，去探索它，让你看到，你自觉性的看到这个习气的幻影之身，那样你会怎么样呢？你就会很清楚，一直在看来时候，你的怎样一个病下棒，它是什么东西，所以你根本就不会想要跟他纠缠。纵使你不是一个我们说一个觉悟的人，你就会看出来啦，因为你会不再去跟这个痛苦的习气之身去做认同了嘛。你知道这是一个受伤的小小的心灵，有没有？这是一个好像被附身一样的一个受挫的习气之身，你会自觉性的跟他怎么样？你不会再去认同他了。那不会去认同他的时候，你就比较好容易处理，因为他升起了，有没有？你变成你会知道说，这嘛不是压抑，有没有？你会发现这不是压抑的，这是一种自觉性的在疗愈它，有没有？你等于说，让这个看起来像恶魔的这个习气之身呢，不再控制你的生命的所以呢，带上这种自觉，好，那会比较，我们在讲第二阶段的这种修法的时候，就会比较完整。什么？就是四念处的修学，比如你刚提到，有没有？我们面对生命的各种境界，常常都要我不喜欢的啊，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这个事情怎么这样，有没有？丽娜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呢？你一个如果你看原本那种对自己的习气反应没有自觉的人，他会马上怎么样？对着更改一直尬了呀，一直抖起来，他心火就点亮了，就修开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觉察到他当下内在里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就像说那个人把小孩子จิ้了感官艺术嘛，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要加上什么呢？知道自己有这种习气的幻影之身的这种控制，所以你要加上什么样呢？觉察力。那觉察力就是佛陀讲的修学四念处，对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包含你的行动嘛，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在练习就会变成说，走路的时候知道自己怎么样在走路，对那静下来的时候把心放在呼吸上面，吸气的时候知道吸气，吐气的时候知道吐气，随时觉察自己整个色身，你这个骨仙窟的整个的状态，这是身念处的这种修学。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对于自己的情绪反应，就是苦乐受了。快乐的感受的时候是怎样？痛苦的感受的时候是怎样？不苦不乐受的时候是怎么样？随时能够觉察自己的情绪觉受的状态，这叫做受念处。以这种苦乐受作为你的所缘。那刚刚叫做身念处，对于你整个身体的状态作为你的所缘，随时保持觉察。我先大略讲完，然后再做细部的说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对于我们自己的心情、心地的那种品质跟状态，比如说现在是周的感觉，心你说心我说现在是真散乱，有没有？或者现在充满嗔心，或者现在很快乐很贪着，或者现在呢很释放，对人很慈悲喜舍，有没有？对自己的心地的品质跟状态觉察，这叫做心念处这是第三种。对，第四种是怎么样呢？面对当下的境界的时候，你怎么样再看？这个叫做法念处，就是取角跟作意。看这样代志，刚讲有没有？你看这件事情，你看你采取它不应该这个样子，你看这种取角有没有？它就会带来对抗，你马上心会不高兴，你心里不高兴，情绪马上变成苦受，情绪变成苦受的时候，身体马上变燃烧，你会想要干什么事情？一连串就下来了，这就是法念处。你一个取角，它就会决定你当下的心地品质，你的苦乐受，你的整个身形第二冲动的状态，在这个意思。那这又更精微所以为什么说到最后一定是那种彻底觉悟的人才有办法完全消融掉人间世的苦难，必必得家。因为心，你的等于说你的取角那这叫做法念处。好，那我们现在回来，我们先简单的这样讲。所以呢，你看其实最直接最容易受用跟学习的第一个要点是，你
你这整个身体的状态常常保持这种觉察力。比如说你看你现在坐着，你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办法说觉察到你自己身体的这种脉冲？比如这整个身躯的这款状态，感觉出来没？比如说本来小小感觉得到嘛，冷冷嘛，感觉得到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可能脚有点麻，可能也感觉得到嘛，对不对？然后肚子怎么样，感觉得到嘛，哎，啊，你背酸不酸？有没有？然后腿怎么个样子？就是说，你随时借由你这个色身的任何一个部位作为你的所缘，然后怎么样呢？慢慢扩大到怎么样呢？你随时能够感觉整个身躯的状态，常常去做这样的练习，那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呢。慢慢你的心就很容易回到这个身体的这种，我现在直接讲好了，它目前的这种震动的状态。你看，比如说，你看像我们的身体里面呢，你看呢，它有心脏的搏动，它本身就会带来那个脉冲啊，呼吸有没有？肺部的这种压缩，属于气的这个脉冲啊，然后觉得你的胃在蠕动，肠子也在蠕动啊。我们整个身体其实它是一个怎么样？它是一个共振系统，有整个的所有的器官所需要的那个功能，它所形成的这种共振，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心比较安静，然后常常在练习观呼吸，你就发现一下子你就感觉到全身的这个脉冲，有没有？比如像这样能够感觉手臂、手指有没有麻麻的啦？有没有？然后整个你就知道这整个的那个身体的那个状态跟品质。那你常常因为这是很明显跟很具体，你常常没事情呢就回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干什么？培养你对于当下的你的心，有没有？让它随时你知道它在哪里。所以在修行有一句很好玩的话，有没有？你的心在哪里？就是这个意思。随时你都要能够保持知道你的心在哪里，你才有办法说我要让我的心在哪里，它就会在哪里。这是训练的过程。比如说我今晚在乱想，你看你常常我们一般人在乱想，你看你回不来啊。那你如果有在练习，就是我马上可以变成换一个所缘，变成觉察我身体的整个状态，那个乱想纷飞它就断了。你继续吸气，借由呼吸，有没有？吸气进来，觉知全身的脉冲，吸气，然后再吐气，觉知全身脉冲的变化，有没有？再吸气，再觉知，吐气，再觉知啊。所以等于说，你随时可以让你的心回家。那你看我们现在讲了，你如果随时能够让你的心回家，就说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有没有？那你就会怎么样呢？碰到境界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境界是什么状态？你的心就容易怎么样？觉知。你就变成随时知道说，今晚发生什么事情？就变成你的心就是怎么样？会临场，不是不在场的哦。你看我们说那个给他进了黑洞下前，也心不在场，他的心缺席了，就是说他的觉察力有没有丧失？也心觉察力没在那边，所以变成整个是怎么样？他的内在的嗔心火烧起，然后推动他的行因，然后行因再推动这个色身，有没有做下去？野心这个过程当中，野心不在，进了才发觉出代志，叫这个意思吗？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觉察力的缺席，有没有？就是心不在，没有在那个当下所以呢，随时自觉性的练习回到你这个身体的状态，这是最容易的方法。这是佛陀教的身念处的修法。那你常常这样，而且会带来一个什么效果呢？比如说你如果把这个觉察力跟这个观呼吸在做配合的时候，那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呢。你看我们的心如果很急躁，我们的呼吸就会很短促而粗糙。我们的身体呢，如果很急躁的那个状态，我们的呼吸也是很不平衡的。所以你能够借由随时回到你的身体的状态来，然后再借由吸气吐气怎么样，可以拉大自己里面的这个空，这个身体的内在的这个空间，身体内在的这个空间拉大，心稳定下来，所以怎么样？你看你心的回旋空间就出来了，好不好？
那你常常回到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来，把这个新的这种临场感，就是觉察力，有没有觉知培育出来所以呢，慢慢就变成怎么样呢？身体随时有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会觉察到。那看，我们碰到不可预见的时候，要变成那个不太好听的或者不太好看的行为出去的时候，一定会怎么样？会带动身体的变化。那因为我们常常有在觉知这个身体的状态，对不对？所以呢，你对于当下形成的这个身体的可能的不恰当的冲动呢，你看你的觉察力会很高。所以这虽然是想错一点，因为它最后就是这样出去，所以你会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就有办法停止。停止的意思不是压抑它，是什么？保持觉知。觉知现在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冲动的状态、燃烧的状态，保持觉知就只是觉知，就只是觉知。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一直保持这种觉知的时候，到最后会怎么样？骨也凉了。这是经验，你们要自己去经验的我自己有那样的经验的。你原本很生气，很嗔心很强，你就是觉知，你决意就保持觉知，然后不被这个嗔心带动这个身体的这个冲动去做些什么事情，让它燃烧，这样当你整个身体会凉下来，你甚至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转成一种慈心的喜悦，它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佛陀说慈心对治嗔心，那不是假的，但是他那个对治呢，不是用压抑，是用一种宽容跟觉知，一种包容跟觉知。然后呢，你那个嗔心火呢，它就变成真的就会变成慈心的水，然后会凉透你的全身所以这里头有一个要点，所以我们刚为什么先讲那件事情，先去看到说众生都在这种人间世里头的苦难不自觉的被磨塑，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个习气的幻影之身，所以我们对自己、对他人，甚至对小狗、对小猫，你都看得出来，有没有？小猫小狗都动物更是这个样子嘛。那更无意识的在反应呢。我们被那个习气之身掌握的时候，就进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嘛，好不好？无意识就是怎么样？就是意识的缺席呀，就是觉知力的缺席嘛。所以为了要超越这样的这种无意识的状态，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呢，你看，随时回到自己的身体的这种觉受上面来，那你自然而然呢，会对这个当下的心灵的状态呢，它就会有越来越高的这种自主性好，那你看我们这样讲，但是你要去练习的，这是一个实际修行的方法嘛。好，再来，那你看你对自己身体的状态跟觉受呢，越来越轻易的能够保持这种比较全面性而怎么样宽容的这种觉知，让心灵随时对身体保持临在感、临场感，有没有？这是第一件事情，四念处里头的第一步嘛，身念处。那时候就进一步怎么样呢？常常在触到境界，情绪在做反应的时候，苦乐受在升起的时候，因为你觉察力高了，你就怎么样？很容易就知道。还没有变成身体的反应的时候，受属于心理上面的那种觉受一升起的时候，你就能够觉知到。好，那觉知到就会像在觉知身体一样，身体的状态，不论它是冷的、热的，现在在燃烧的，或者现在束缚紧缩了，有没有？然后现在快抓狂了的那个身心的那个状态，我们是觉知而不抗拒，它就自然会怎么样？它就会回到所谓的正常的状态那对于苦乐受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呢，那个习气就是因为你不自觉，所以呢，碰到乐受的时候呢，马是无意识的状态就黏住了。刚才讲停案赶快的兄弟，你别个讲那个乐受不见了呢，你就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若有所思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那苦受就慢慢在滋生了没有苦受没有乐受的那种不苦不乐的感觉，你又是念不知什么款状态所以呢，一般人会随着他触到境界之后升起的苦乐受转灭的啥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心所缘的是什么样的状态，他事实上已经随着苦受或者乐受在流转了，也不知所以呢，对于这个苦乐受的状态就进一步怎么样？你能够随时变成一种保持觉察，对于苦乐受有临场感，有临在感，那一样原理一样，
苦受的时候知道苦受，乐受的时候知道乐受，不苦不乐受的时候知道不苦不乐受，看到没有？没有抗拒，也没有抓取啊，这是第二个层次苦乐受的状态。那第三个层次就是那个更较有啊，我今嘛心呐，我做了有无？我今嘛心敢若直直小可足俩讲的有没有？我心今嘛足紧张的有没有？啊，是我心今嘛足安怎有没有？足虚无的或者怎么个样都可以，或者很绝望啊，那都没关系，或者很散乱。重要在哪个地方呢？觉知跟不觉知的差别。你如果不觉知的人，他就变成我今嘛心情歹，他就会掉落啊，很绝望，他就会越绝望越沮丧啊，他在乱，他就直直乱了，他不知啊。那所以你主要在哪个地方？你如果有觉知，觉知到自己当下的这个心地的品质跟状态，有没有？今嘛心情不好，有一种沮丧感，好，觉知这种沮丧感，觉知吸气，这种沮丧感，觉知吐气，你一样保持觉知。没搞的是这个，你刚才这一组，不是去抗拒当下的境界，因为你抗拒当下的任何经验，都是在抗拒你的生命，那都是生命的撕裂，知道吗？纵使是这种心地的这种品质的状态，有没有？比如说刚刚我们讲，你若像忧郁症在那个症状在跑出来，忧伤，我觉知这个忧伤，吸气，有没有？觉知这个忧伤，吐气，心灵怎么样？你的心灵是完全接受这个忧伤的，完全接受，你没有抗拒它，有没有？就保持觉知，就保持觉知，这就对自己心地状态的品质，有没有？心念处保持觉知，让心在场。我们一般会卷进去，就是因为你心不在场，所以没有那个心灵的自主性，它就变成东下见改落泪，它就这样来。好，这是第三个层次，对啊，所以你就知道第四个层次难了，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当下，面对这个事情，你是怎么样在思考的？你是怎么样在想、在取角的？在那个阿含经典叫做意念嘛，意念即则法即，意念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意想分别啦。意念其实就是作意，意想分别，那其实就是取角。这个意想分别就是佛法里头的专有名词，叫做什么呢？其实就叫做细论。细论什么意思呢？用他康来看代志，等于说用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无明的思考，那种思想观念在看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看会受苦，会对抗，有没有？所以你如果是属于用这种世间思维的对抗的，比如说我们刚讲说，你看，如果不是一个觉悟者，或者说没有被提醒，我们会对境界采取说不讲也见感，我曾经爱该对抗，有没有？你看，你自然而然就会不自觉的对一个不合意的境界取一个怎么样对抗的角度，不接受它。所以你看心就不舒服，心本身就嗔心起，痛苦的觉受升起，身体会被燃烧，来自于哪里？你看看，来自于你的作意取角，这叫做法，这个叫做法。意念起则法起，这个意念的是这个，知道吗？所以呢，你看，你一定要这样。对于等于说在修学的历程，那个觉察力的培育，有没有？一定是常常对自己整个身体的状态，你能够觉察，然后才有办法进一步到说，所以对于觉受的状态，它在它的苦乐受很快速升起的时候呢，你能够心就觉知到，然后再进一步，你才会看到说，这个苦乐受的升起跟自己背后的心地的状态跟品质有没有？它息息相关。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心地状态跟品质，那你就才有办法看到说，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心地的状态跟品质，跟什么有关系？你看，跟我们的意识形态有没有观念取角有关系？所以呢，又能够进到这个第四个层次，观念取角作意去觉察它，这样就这个意思吗？看哦，教解没讲，在实修的次序上面，它是这样在走，但是在观念思想的建立要从法建立起，所以佛陀说什么？这要建立正见嘛。你有正见了，才修行上面能不能得力？没有正见修行没有办法得力嘛。比如说你看，你如果老是比如说像世间人这样不自觉的对于自己的生命在不可预见的时候就容易怎么样？对抗是当然的啊，燃烧是当然的，有没有？那你就
西参蕊，这就是没有正见嘛。那你如果建立正见说，任何的生命经验就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在抗拒任何生命经验的时候，等于在抗拒我们的生命，等于在分裂你的生命一样。你看，这就叫做正见啊。那所以呢，面对到生命的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有一种高度的怎么样自觉出来了，有没有？所以呢，觉知它而不抗拒啊，觉知它而不抗拒，觉知它而不抗拒。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原本那个习气的幻影之魔，它就怎么样，逐次一摸饼给它汤加，你看它就会，它的根被拔除了，它就会枯萎掉。一个不要的没有那个力道啊，这个就叫做物后起修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谈这个最后的阶段，这个法念处的问题，取角。就是思想观念，为什么我们对人间事有没有不自觉的？你看，好坏善恶有没有合意不合意？那都又以这种脑袋的思想观念作为取角的基础的来源，但是呢，从来没有去反省这样的取角到底基础是什么。一个构是什么？就是说，你看，比如说我刚讲最简单的例子啊，你认为这个合意的，所以你就去抓；你认为这个不合意的，所以你就去抗拒，然后你认为理所当然，谁告诉你的？有没有？但是你看，我们的脑袋里头就会认为说，哎，这生贤的呀，假跟你讲生贤的，看到没有？但是你这种反应方式是被我们的思想习惯给怎么样？给正成的，给完全合理化的。比如说，你看，那再来，我们一般人会说，哎，碰到一件好事情，有没有？我们高兴。比如善的事情啊，我们去认同它。那对恶的事情，我们人间世里头认为恶的事情，我们就排斥它，我们认为理所当然。谁告诉你的？能看到不？这个叫取角。我们都不自觉的思想观念上面怎样，都是二元对立的。所以它本身就是分割的状态。你看清楚，我们的思想它本身它的运作在人间世里头就是属于二元对立的方式在运作的。黑暗的，有没有？黑白日时暗时，有没有？善恶是非美丑好坏合意不合意，有没有？这都在一个二元对立当中，让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自觉的把它给分裂的。我意思就是说，分别本身是一个生活行动上面的有用的工具跟做法。刚才说塞车，大家都靠道边，都行道边，有没有？然后这样大家比较有秩序，所以它是一个工具性的角度而已，有它的功能性。但是你如果你看你的心如果都在这种二元对立当中，这样看到什么？啊，你就是有这下看到没有？我们都是这样在疯狂的，那就是分裂的嘛。这就叫做分裂啊！所以你如果从基督教来看的时候，谁是第一个疯狂的人？亚当啊，对吧？一开始这就讲啊，黑是什么黑是，然后他就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不要那个，有没有？这叫做二元对立的思考啊！所以人类的始祖从宗教来看就是一个疯子，他疯的理由是什么呢？啊，你刚看出来？他跟这整个的实际的存在的实相呢，采取一种分裂跟对立的心态，这个很深的哦。就是在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啊，所以到最后你看，他们说看到自己没穿衣服，就赶快拿树叶来遮，有没有？啊，那个是什么？你看，那个就是一种没有办法接受实相的一种象征性的说明啊。实相就是实相，啊，不利息的弊相，有没有？知道这个意思吗？他的心里头认为接受实相是羞耻的，所以他在遮掩实相，好不好？啊，你敢看哦？所有生命里头的痛苦烦恼都来自于我们的心灵不自觉的在抗拒这个实相，知道吗？这个就是佛法里头讲的无明，是吧？这就是无明啊，这就是没有真正活在自信法性里面，是吧？啊，所以你看都在就会对立了嘛，你是你，我是我，有没有？你我之间的对立，好坏之间的对立，成败之间的对立，啊，黑夜跟白天的对立，
都是对立。那你的心都在这边做选择，都在这边做选择，好不好？那所以因为你不自觉的都常常在二元对立的这个架构底下在做选择，所以你怎么样？心当然不会平衡啊，你的心当然常常会分裂啊，常常会受苦啊，有没有？所以你看在那个佛陀的教法就是怎么样呢？所以随时对于发生的生命的这些现象怎么样，保持高度的觉知，叫做随观它怎么样。你看它都是无常生灭的，都在发生。然后怎么样呢？我们的心呢没有主观的投射，所以那个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保持对于当下的情境人事物的发生的现象保持觉知。然后怎么样呢？不投射欲望，不投射欲贪，心平衡，心在一个舍离的状态。舍离不是一种冷漠，其实就是刚讲的意思。就觉知，就只是觉知，事情在发生，现象在发生，合意的也好，不合意的也好，善的也好，不善的也好，我们觉知可以去善待，对，人间事里头当然要好好处理啊，但是不是去投入自己的主观的价值、好恶跟判断。因为你投入自己的主观的价值、好恶跟判断，你就变成跟对方感官了嘛，就陷入那个分裂的状态了，有没有？就不是活在一个一体世界了，你就不是活在那个觉性里面的，有没有？心就没有活在那个平衡的那个当下嘛，有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心就马上不见了，心就不在了，心不在当下，你心就变成在你的思想啊，然后跟自我念做伙，有没有？所以那个境界里面出不去，所以习气的力量就起来了，好吧？就会被怎么样？又被附身了，就又被附身了，就这样来，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所以事实上，如果说在人间世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跟行持的过程当中，心灵上面没有达到这种就近的这种领悟，我们说那种觉悟很难就近离苦，就是这个样子，知道吗？就是这样。因为呢，你会一直用一个我的角度，一种我的感觉在对待这个世间所以问题就出来啊，一定是怎样呢？一定是你跟这个世界是对立的，因为你以为有一个你是你，世界是世界。那我们通常都这样呢，有没有？画一条线，身体这个范围里面的是我，外面的就是世界了，然后跟他一直都是在这种对立的状态所以呢，心，你看我们的心本身，当没有办法去突破这种二元对立的这种无明的这种思考形式的时候，有没有？它本身就是苦源，看到吗？苦就会这样聚集，苦就是因为这个无明的二元对立，它就会聚集。所以佛陀说苦集，有没有？那个苦集来自于哪里呢？无明跟欲贪所以你看到那个无明，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生命的分裂。那个无明就是生命的分裂，就是你没在那个当下里头没有去看到，就心呢不是在一个那个我们说自性法性的整体里面，就是变成呢当下咱的心变成是在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的状态，而不是怎么样，而不是在一个真理实相里面，就这个意思吗？这样体会得出来吗？我们第一次就有跟大家讲2500年前，原本悉达多就是因为这样在受苦，他以为我是我，有没有？我不要生老病死那我不要生老病死。那时候他们的那个修行方法怎么样？有2种，有没有？一种说那靠修禅定嘛，有没有？我不要生老病死，所以怎么样？我躲入禅定里面。但是禅定出来之后还是忧伤啊，有没有？还是忧愁啊，有没有？看到没有？自我跟生命实相是对立的，纵使你借由禅定力来暂时性的隔离这个生命的实相，但是它还是苦，因为那里是怎么样？生命是对立的，是分裂的，有没有？好了，那他知道修禅定不行那怎么样？那修苦行，看到没有？还是对立。我折磨这个身体用我的意志来折磨这个身体，折磨到已经剩下一息尚存了，结果还是怎么样？还是苦啊，看到没有？还是对立。
悉达多那时候还是在跟生命对立，所以他还是苦，没有办法解脱。到最后他就发现说，那时候的主流的这2大教法有没有？那些修行很会禅定的人跟很会苦行的人都被称为圣人嘛，有没有？都被称为解脱者嘛。那悉达多就都去实验嘛，发现都不是，没有办法达到究竟解脱，有没有？后来他到菩提树下，他就不玩这种事情啦。他怎么样？其实那时候的悉达多就跟你，他也忧伤了啦，他很忧郁了，甚至呢比你更惨，他绝望了。其实他真的绝望了，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啊。如果我这边再做下去，没有办法解脱这个苦难的话，我宁愿死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你看，他的自我意志放弃了，他放弃了那个自我的干预啊，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很自然的，有没有？好，那我保持对于当下的这种觉知，哎，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让心进到一个完全平衡的状态。然后他怎么样呢？在这样心完全没有任何假设，没有任何阴影，没有任何抗拒的状态里头，他开始怎么样？静静的、很深的观察生命的现象。哎，有这种老病死的现象，哎。那老病死的现象从哪里来？因为他不会有老病死嘛，哎，那不是你抗拒就没有啊，你要找到它的原因啊，有没有？他发现老病死是来自于生命现象啊，然后他说，那这个生命现象从哪里来？有没有？哎，生命现象来自于内蕴这一种有序的一种冲力啊，一种冲动啊，有序啊，有没有？那他就看说，那这个有序，那个瓦雷，要继续下去的这股冲力从哪里来呢？他看到这股冲力里面孕育着一种强烈的直取啊。你先讲到这边，你看到一件事情，他没有在抗拒哦，他只是在看清楚，有没有？啊哦，老病死是老病死，那老病死源于什么呢？源于生。那生是什么呢？生就是生。那生源于什么呢？生源于取，源于有没有？那这个有序的冲动就是有序的冲动，那它怎么来的呢？源于怎么样？内在强烈的直取啊。那再看，那这个强烈的直取怎么来？先看清楚，他没有抗拒，有没有？先看清楚，我们说我不要这个直取，没有哦。那这个强烈的直取来自于那种贪爱。那这个贪爱从哪里来呢？来自于曾经有过的觉受。那这个觉受从哪里来呢？来自于觉触。那这个触从哪里来呢？来自于有这个6根。那这个6根从哪里来呢？6根一定在一个身心状态底下，来自于一个身心。那这个身心从哪里来？来自一种业识的这种推动。那这个业识的这个行，这个冲力从哪里来呢？来自于后面的这种行能量。那为什么会有这股行因呢？他看到，因源于无明。所以只要对于这股生命能量你不如实知，采取抗拒的也好，采取抓取的也好，你只要以为它是你的时候，你看你以为有我，看到没有？就会对这股能量产生执取或者抗拒。那你一有这种执取抗拒，你看你就会投射，所以你那个行因就会出去啊，所以就会继续有种种的生死流转。活着的时候就变成怎么样？你看吗？活着的时候触到境界，就变成不是从境界在处理事情，是从什么？我的意志，所以就变成要境界来配合我们，所以就变成叫做无明处啊，他觉悟了，所以不是去抗拒生命当中的任何事情，而是生命的现象本身就只是这样的现象啊，它是缘起的，它是无常的，它是这个法界的能量的聚流啊，它就是这样在流动。那你如果不如实知这个法界的能量的流动的这种本质，以自我意识想要去干预它，有没有？想要去控制它，然后想要在境界当中要这个不要这个的时候，就怎么样？当世受苦，然后继续会在生死的苦难当中起伏轮回。那悉达多就是看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原本的那种忧郁症，有没有？那种绝望沮丧的感觉完全消失了，因为他看到什么？那些都来自于一个自我的幻象，活在那个自我的幻象里面，所以才会有这些苦啊。那心灵里头，他的心灵里头，你看他完全对这个生命的实相敞开，生命就只是生命，没有其他。
想清楚啊。比如说，你看，我们可以试一下，你看，你现在回到你的整个的这个当下的这个身体的状态，生命不就这样而已吗？觉知有没有？加上这个加上这个，目前加上这就是那个世间的说法，等于说你的觉知加上这股能量的脉冲，这就是整个生命的能量，看到没有？所以生命是一股带着觉性的能量，这个叫做自性，这个也叫做法性啊。悉达多就是发现这件事情啊。但是你如果以为说这个带着觉性的这股宇宙性的这种能量，它是什么？它是我的啊，那就是呀。你看，你就进入无明里面，看到没有？啊，所以你就想我要它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有没有？然后带着这个无明，所以你就乱想啦，响应就出来了，有没有？然后呢，那做到境界呢？你看，你就会检责了，是吧？我爱这，我不爱这。你看，你就没有办法从实相的角度去看待众生的生命的变化，你就没有办法从生命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是吧？你就变成带着我跟世界，有没有？它是对立的，然后又在这种对立当中想要怎么样？我想要解脱，就会进入悉达多的那个魔咒。我是没有办法解脱的，我一定没有办法解脱，我没有那该团，我是一个幻象。你活在自我感里面，怎么可能解脱？但是我们一般人不了解这件事情，我要解脱，有没有？所以拼命修学，都要修到哪个时候呢？修到像悉达多那样，把这个自我放下，他就会觉悟。这就是奥秘，这就是修行的奥秘。用一个我去修，修到最后看到那个我原来是幻象，所以呢消失了，那个自我消失了，你就觉悟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变成把生命就还给生命了。原来生命就是这一股带着觉性的能量，它这样无始无终的在流动，它在流动又是无始无终，能体会吗？你看你现在这个脉冲，有没有这个能量那你心对当下这样的状态的这种有没有临在的这种觉察，我们说那种觉照，有没有关照？你看在当下有任何痛苦烦恼吗？你看在这个当下里头有过去吗？有未来吗？你看它就只是完整的现在。我刚出来不？你们要去体会，它就只是这样，实相它就只是这样，它就是这样，它就是这么完整，从来没有缺隙，没有破坑了，没有缝隙，就只是这样，它就这样。它就是当下，它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说明的当下。但是你看你的心如果不在了，你的心哪没在当下，你变成什么啊？在你的乱想，在你的感受，有没有？在你的爱恨情仇忧悲苦恼里面，在你对过去的懊悔里面，在你对未来的幻想里面，对不？你看，你刚推回出来，那就变成心马上被抛入一个没有办法终止的混乱的生灭的境界里面，那所以都会一直在境界当中不断受苦。那你如果有领悟到就怎么样呢？所以为什么要知道心在哪里？那你领悟到，你会发现你一进来，你回来当下，回到当下，你的心马上就在当下。那你以当下的心，有没有？以当下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去回应当下的那个境界，你看你的心是自由的，好不好？那个习气的幻影之魔没有办法起作用，这样能体会吗？所以这就是叫做悟后起修。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再带上后面这边，就是在整个西方的那种比较属于这个心理学的传统上面就是要走到后面这一步，才有办法真正疗愈人间世的苦难。那其实从这头我们又可以看出去，如果在这个人类的文明当中，它就像在个人的生命史上面，你看那文明的刚刚从无知到大汉，有没有？好像懂得比较多就叫做文明。文明未必成熟，你有没有看到？就像我们长大未必是成熟，老了也未必是成熟，有没有？
你看有的年纪很大了，但是愈老愈欢，是不是？有这款的嘞，大多数其实是这款的。为什么？没有自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智慧没有被开启呀。那你没有被开启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生命本身的那个习气的力量，有没有对你的心灵跟生命的控制是越强的，你对愈无法的。所以为什么未必会越老越有智慧，就这样来的。所以在这个人间世里头，你看老来而有智慧的很少，当他老来而有智慧的都会变成人类的先知，你看到没有？你看孔老夫子到老了变得有智慧，有没有？还有我们的老先生老子，有没有？120岁，你看，那你看我们释迦牟尼181岁还是有智慧啊，到81岁了啊。那老子是120岁，有的说160岁，有没有？活到老而能够一样保持那种明觉，那么干净，那么亲近，那个智慧是非常稀有的。所以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说，我们在意念佛陀的时候，为什么特别提醒那个？当他觉悟之后呢，到他临终的最后一个呼吸，他完全都能够保持在这种正念明觉当中。你看，这是一个觉悟者才有办法的。正念那种持续无间断的那种正念，有时候我们读阿含经的时候会看得都很感动。有时候有几篇经文，佛陀黄昏的时候啊，那在下雨啊，已经在下着小雨了，然后他就还在那边在外面静静的精行，静静的精行，已经成佛了哦，然后他带了那么多弟子了，年纪也很大了哦，然后在下雨，他是在那边在外面精行，然后常常呢，那个没事情了，退下来呢，就极尽的观呼吸。他的那个等于说他的那个修行，那持续性有没有？他是那么的绵密，然后那么的用功，其实是这个样子。纵使已经是一个成佛的人，你讲存在这块的嘛？那就好呢，买了，我们那个到房间里面坐一坐就好了，有没有？他不是耶，他到外面去精行他回来，所以你看。生命的老化不代表生命的成熟，有没有？人类不管他是2000年的文明，或者是5000年的文明，不代表这样就成熟了。很会制造杀人武器，不是成熟的象征，看到没有？我们听说他们现在估算嘛，上1世纪，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还乱保守的。因缘与战争，20世纪人杀掉1亿的人。那怎么会是成熟呢？成熟的文明不是这样啊，有没有？知道这个意思吗？那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人，会是老是被习气给控制吗？会老是陷入忧悲恼苦当中吗？会老是陷入那种疯狂的状态吗？看到没有？不是嘛？所以呢，不成熟并不可悲哦，知道这个意思吗？这是一个生命学习的旅程。比如说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它很典型。你知道20世纪有个大文豪叫托尔斯泰，有没有？你看托尔斯泰在他那个写的那么多那个有名的那个长河小说，比如说《战争与和平》，有没有？他本身又是一个大庄园的庄园主，但是当他已经成为全世界性的知名作家，功成名就的时候，结果他怎么样？他患忧郁症。他身上常常拿一把短枪，常常拿着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他常常想要自杀。为什么会这样？这又另一种类型哦。他觉得他生命没有意义，知道吗？功成名就，或者说你看他的作品多，但对他来讲，这个时候他的内心还是空虚，他的生命没有意义。后来他就是为了找寻这个生命的意义，所以他怎么样？他读圣经。后来我认为他最有成就的一部书是福音书。他透过进入了那个等于说那个圣灵的世界里头，解救了他的这种忧郁的这种自杀的倾向。所以从这里看到什么呢？生命里头的困厄，它常常不是一种灾难，它常常是在呼唤让我们内在的生命格局呢做一种自觉性的释放跟扩大，因为我们要更成熟。任何人类的历史上面，
都是走这样的路。那些伟大的人物，所谓的伟大的人物都走这样的路。孔子是这样，孟子是这样，文天祥是这样，都是这个样子。佛陀更清楚，他差一点忧郁症、绝望、自杀，都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刚讲托尔斯泰，那人类历史上面现代心理学之父啊，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他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他就是因为不断的观察自己的，为了要处理自己的忧郁症，所以深入自己的内在的心灵世界，然后发展出现代的心理学。对，他就是这个样子啊。歌德原本在那个40岁之前，他也是忧郁症哦。他常常在想，因为他能力很好，我要当一个政治家呢，还是当一个小说家，还是当一个诗人？他撕裂，摆不平。但是他后来他选择了他诗人的行业，没有？他这样成就的。贝多芬也曾经差点因为他的耳聋有没有崩溃，但他后来战胜了他那个耳聋。你看他倾听那个无声之声。有一部电影非常好，那叫《快乐颂》。最棒的一幕是他跟那个女主角讲，有没有？他常常到后山那边去，他耳聋了，他在那边倾听那个流水的声音，小鸟的声音。现在什么意思呢？听无声之声。所以后来他最伟大的作品就在他耳聋之后成功的，像这个意思吗？所以生命里头的种种苦难，其实它都是一种讯息。那种讯息就是在召唤着这个个体，有没有？他的生命做更大的释放跟超越，其实是这样。那这也是我们在看待人类文明里头，为什么说常常我虽然说看到人类文明这么不成熟，有没有？但是我都会讲一句话，就跟他囡仔赶快呢，要得还在学，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不要因为说自己的生命里头有这些创伤，或者说有这些那个辛苦的这些苦难的经验然后呢，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就怎么个样子，没有怎么个样子。反而是如果你这个样子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呢？被那一个过去以来的习气的幻影之魔控制住，他就是要你这个样子，他就是要你自惭形秽，他就是要你觉得我没路用啊啦，有没有？我不好啊啦，这就是忧郁症的现象，沮丧、绝望那就是另外一种暴怒，另外一种愤怒的形态的展现。愤怒的形态展现在对外面的攻击，一种是对里面对自身本身的否定那所以看得出来吗？这些都是不自觉的对于生命本身的一种分裂，那都是一种对生命的抗拒，这个就叫做根本无明所以我们等于说那现在我们进入总结。所以处理有没有在现在我们是当然是希望这样说这样同学能够去接受自己本身的这个幻影一样的这个习气之身这个常常让我们的痛苦的这个痛苦之身，但是呢，不是让自己那个躺在那边觉知它，不抗拒，觉知它，它就会自然会消融。你就是带着觉知来但是呢，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种纵深度，会怎么样？会比较快，比较自觉。因为我以前呢，我比较修佛法的时候，我觉得用思念处就够了。但是呢，你没有这种自觉，它常常再起来，有时候你会觉得也是莫名其妙所以呢，你要去看，它这个习气幻影之身呢，有它的这个幻影的生命史，它这个魔魅的鬼魅的过程的历史你要去看它那慢慢呢，你不再给它吃了，它就自己会走人，它就自己会消失掉。然后呢，所以呢，随时都能够自觉性的以这种思念处让心灵保持对于自己生命的一种全然的这种觉察，然后对生命呢不再抗拒然后你就会透露那一点，你就会透露说，原来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就叫做生命，生命没有其他。那当你对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都保持一种觉知而没有抗拒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觉悟者的心灵，看到没有？
你就会很全然的、很自然的对人间的苦难里头，你会带着一种同情性的理解，有没有？就好像你在理解你的幻影之身一样，你会慈悲以对，有没有？所以你也会对世间的苦难呢，怎么样？自觉性的慈悲以对。那个就没有那种，你看我没有那种我跟世界的那个对立啊。那个无明的习气升起的时候呢，你随时就能够自觉，所以就变成进入一种悟后起修的一种生命的增长了，是这样的过程啊。这样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有没有其他问题？好，那没有就谢谢大家，好，谢谢。